什麼是真理？我們每天都在談論真理，可你有沒有想過，這個詞到底意味着什麼？在哲學裡，真理被定義為一種符合事實的狀態，一句話，一個信念，一個想法。只有當它與現實一致，我們才說它是真的。聽起來很簡單，對吧？可真理的意義遠不止語言遊戲。真理是信念的目標，虛假是信念的缺陷。一個人若不了解世界的真相，就很難在其中生存。錯誤的信念會讓計劃崩塌，甚至讓人付出生命的代價。而說謊則可能帶來懲罰，法律的或社會的。反過來，那些執着於真理的人，科學家、歷史学家、偵探，他們之所以令人尊敬，正因為他們的工作建立在求真的信念之上。所以問題来了，真理究竟是什麼？為什麼它會如此重要，以至於成為人類生活的核心？最早对真理做出经典定義的人是亞里士多德，他曾說過一句被後世引用無數次的话，說存在的事物存在，說不存在的事物不存在，這就是真。聽起來像常識，對吧？世界告訴我們有什麼或沒有什麼，而當我們的語言或思想與這份事實相吻合，我們就稱它為真理。這就是後來人們所說的真理的對應論。真理就是思想與事實的對应，它的魅力在於直觀。我們天生就覺得真理應該符合現實，但問題也在這裡。如果我們只是在說真理就是與事實相符，那這話究竟說明了什麼？聽起來像在解釋，其實只是換了個說法。就像我們沒有說這是真的，而是說這符合事實，意思幾乎一樣。要讓這個觀點真正成立，我们必須進一步問，什麼是事實？思想又是怎樣與事實對應的？只有回答了這些，我們才能真正理解什麼叫真理。但問題是，並不是所有哲学家都相信我们真能解釋清楚事實和對應這兩件事兒。首先，什麼是事實？有人說，事實就是世界中事物的某種結構或排列，聽起來合理。世界上有生物，有城市，有位置，事實就是它們之間的關係。可奧地利哲學家維特根斯坦提醒我們，結構是有空間位置的，而事實卻沒有。你可以把埃菲爾鐵塔從巴黎搬到羅馬，但你不能搬走埃菲爾鐵塔在巴黎這個事實，它無處不在，又無處可去。於是問題更深了，事實似乎並不是世界裡某種可以指認的東西。更進一步的批評者認為，所謂事實其實只是人們真誠相信的那些事。換句話說，事實也許不過是我們集體信念的另一種表達。那如果是這樣，真理還真的是與事實相符嗎？還是它其實只是與我們相信的事實相符？問題繼續深入，想一想，我們真的能先形成一個信念，然後再跳出這個信念，去檢驗它是否符合事實嗎？聽起來理所當然，但仔細一看，這種跳出的想法幾乎是不可能的。當我們驗證一個信念時，我們又依賴了什麼？依賴新的觀察、新的感受、新的判斷，而這些本身也是信念的一部分。我們從來没有真正站在信念之外去比對世界。所謂檢驗真理，其實只是用一組信念去驗證另一組信念。人們以為是世界告訴我們什麼是真的，但實際上決定我們相信什麼的是我們如何解釋世界，以及我們選擇怎樣看待那些被稱作事實的東西。從19世紀中期開始，正是這種批評讓一些哲學家意識到，也許我們該把目光從單獨的命題、孤立的句子轉向更大的整體，整個理論，整個信念系統。在這種新的視角下，真理不再是一種對應，而是一種整體的連貫，它屬於整個信念體系，就像一張由思想織成的網。哲學家稱之為信念之網。在這張網裡，每個信念都和其他信念相互連接，相互支撐。一個信念之所以為真，不是因為它與某個外部事實匹配，而是因為它在這張網中能與足夠多的其他信念協調一致，邏輯自洽。就像一套科學理論，它可能之所以被接受，不是因為我們能看到它對應的事實，而是因為它能預測結果，解釋現象，讓世界顯得更有條理。真理也許不是鏡像世界的那面玻璃，而是我們讓世界變得可理解的那張結構圖。這就是英國唯心主義者布拉德雷與約阿希姆所堅持的立場。他們認為根本不存在所謂獨立於心靈之外的事實，因為我們所理解的現實從一開始就被思想的結構塑造。然而，連貫論也並不完美，它讓我們陷入了一個微妙的困境。如果真理只是信念之間的連貫，那人類豈不是被困在自己思想的密封艙裡？我們永遠只能在信念的世界中打轉，卻再也無法觸碰那信念之外的真實。英國哲學家羅素就提出了這樣的質疑：假設真理只是體系內部的和諧，那為什麼不能存在許多套同樣連貫卻彼此矛盾的信念系統？每一套都自圓其說，邏輯完美，但它們不可能全都是真的。那我們該相信哪一套？連貫論在此露出了它的盲點。
他解釋了思想的結構，卻模糊了思想與世界之間的關係。於是有人提出另一種思路：如果真理不是關於對應，也不只是關於連貫，那它也許關乎有用。即便世界上存在許多套同樣自洽的信念體系，它們的價值並不相同。有些體系更能解釋現象、預測結果，讓人們更有效地行動、適應、創造。從這個角度看，真理是一種實用的優勝。那些能幫助我們生存、理解、掌控世界的理論，自然會留下來。而那些行不通的信念，就像達爾文式的物種，在思想的演化中慢慢被淘汰。就像牛頓力學最終被相对論取代，不是因為牛頓錯得離譜，而是因為相對論能解釋更多，預言更準，在更廣闊的範圍裡更有用。美國哲學家查爾斯·桑德斯·皮爾士正是在這種精神下說過一句經典的話：真理就是那個命中注定將被所有理性探求者最終達成共識的觀點，而他所指向的對象就是現實本身。在他看來，真理不是某個瞬間的判斷，而是一個過程，一個我們不斷逼近，從錯誤中篩選，從實踐中驗證的過程。皮爾士的觀點讓真理與科學精神緊緊相連。在他看來，真理並不是某個固定的結論，而是我們持續探究、實驗、推理的理想極限。科學的好奇心、不斷試錯的勇氣，以及理論的演化，這些才是真理的方向。這種看法聽起來堅實、理性，像是通向知識的可靠道路，但問題也隨之而來。如果真理只是一個想象中的極限，那我們怎麼知道此刻人類走的真的是通往它的路？我們是否可能永遠無法確定自己距離真理還有多遠？在現實中，這種思想打開了另一扇門，懷疑的大門。到了20世紀末，哲學家理查德·羅蒂等人提出，也許我們該放下真理這個沉重的概念，與其執着於尋找一個永恆的答案，不如接受一種更開放、更靈活的方式，讓信念在時間中不断修正、調整、更新。他們認為，也許没有終點本身就是通向真理最真實的狀態，一種永不封閉、永遠在路上的求知。進入20世紀，真理的討論又走向了另一條道路——理性與形式的道路。隨着形式邏輯的興起，以及數學語言在哲學中的應用，越來越多的英美哲學家開始嘗試用嚴格的邏輯形式來重新定義真理。他們希望真理不再依賴模糊的直覺或信念，而能像幾何定理那樣，在清晰的符號與規則中得到證明。与此同時，古老的說謊者悖論也重新被關注。這句話是假的，如果它是真的，那他說的是假的；如果它是假的，那他說的就是真的。一個自指的陷阱，讓真與假的界限瞬間崩塌。邏輯學家意識到，如果連語言自身都可能制造這樣的矛盾，那任何關於真理的系統都必須在邏輯上防止自我纏繞。於是，他們開始建構新的形式體系，一種不被悖論污染的數學理性，一個希望能讓真理在符號之中安身的世界。然而，構建一個沒有矛盾的邏輯體系比想象中要難，因為一旦你試圖徹底消除自指，你也會意外地切斷一些本來合法的推理方式。有的自指其實無害，比如說，所有句子，包括這一句，都是有限長的，這並不會造成邏輯混亂。但另一些自指，比如前面的那句，這句話是假的，卻能讓整個系統陷入循環。問題在於，我們始終沒有找到一個普遍的標準來區分好的自指和壞的自指。直到20世紀30年代，波蘭邏輯學家阿爾弗雷德·塔爾斯基給出了一個突破性的方案。他提出可以為一種形式語言，比如數學語言，建立一個關於真理的理論，為其中的每一個句子定義它在什麼條件下為真。重要的是，塔爾斯基的定義必須完全在邏輯框架內完成，不依賴任何語義性的詞彙，包括真理本身。他用形式語言為真理重新搭建了一個安全的逻輯空間。塔爾斯基的關鍵創新來自他提出的一種特殊結構 T 句。舉個例子，对於德語句子 Schnee ist weiß， 它的英文 T 句是 Schnee ist weiß， 這句話是真的。当且仅當 Snow is white， 雪是白的，簡單嗎？就是一句話說某個句子為真，當且僅當它所描述的情況確實如此。聽上去像在兜圈子，但塔爾斯基的高明之處在於，他把被描述的語言和用於描述它的語言分開了。前者叫對象語言 （object language）， 也就是我們要定義真理的那種語言；後者叫元語言 （metalanguage）， 是我們用來討論對象語言的更高層語言。在元語言裡，我們可以翻譯、說明、比較，但永遠不能使用真理這個詞去定義自己，這樣就避免了那種語言說自己的自我循環與悖論。每一個 T 句就像一塊拼圖，為某個句子定義它的真理條件，而當所有 T 句拼合在一起，它們就構成了整個語言的真理論。塔爾斯基由此證明，真理可以被形式化、被系統定義，而無需陷入哲學的混亂或語義的陷阱。塔爾斯基的理論在邏輯學界贏得了巨大的尊敬，它嚴謹、優雅、
幾乎無懈可擊，但在哲學家眼裡，它似乎也有點太簡單了。那些梯句看上去不過是在重複常識。雪是白的這句話是真的，當且僅當雪確實是白的，聽起來像在說廢話。於是，許多人一開始並不滿意，他們想要的是關於真理的深刻定義，不是這種近乎平凡的句式。然而，隨着時間推移，哲學界的看法開始微妙的轉變，人們漸漸意識到，也許平凡正是一種深刻，也許真理從來不是某種隱藏的本質，而只是我們語言運作中自然顯現的秩序。與其問什麼是真理，不如問，當我們說某句話是真的時，我們到底在說什麼？而對於每一句明確的話，一個謙遜的梯句或許就足以給出答案。真理可能並不是一座要被征服的高塔，而是一種在語言中，在思想裡，在我們不斷嘗試理解世界的過程中，保持清醒的方式。在塔爾斯基之前，就已經有一些哲學家隱約察覺到真理的秘密，比如弗雷格，還有英國哲學家弗蘭克·拉姆齊。他們注意到一個奇怪的现象，当我們在一句話前加上這是真的，其實什麼都沒有改變。雪是白的這句話是真的，當且僅當雪是白的，聽上去幾乎一模一樣，除了語氣稍重之外，內容並沒有新的信息。從這個觀察出發，哲學家們提出了一個激進的想法，也許我們一直在過度思考真理，或許真理並不是一種深藏在世界或心靈裡的屬性，而只是語言在表達肯定時的一種語法功能。這種觀點後來被稱為真理的極簡主義，也叫通縮論或冗餘論。他說，當我們說這是真的，我們並不是在揭示什麼形而上的秘密，只是更簡潔地表達我同意這句話。可問題又來了，如果真理不過是多餘的詞，那為什麼我們還要整天談論它？真理究竟有什麼用？極簡主義者的回答是，真理也許沒有神秘的本質，但它在語言中有着極高的實用價值。想象一下，如果你想表達丘吉爾說的每一句話都對，你可以逐句去說。丘吉爾說 S， 而且 S， 丘吉爾說 S，而且 S， 丘吉爾說 S， 而且 S， 一直說到他講過的最後一句。顯然，這樣既荒謬又不可能。於是，我們發明了一個更經濟的表達方式，一句話就夠了。丘吉爾說的每一句話都是真的，這就是真理這個詞的力量。它讓我們能用一句抽象的話概括、壓縮、統一無數具體的陳述。同樣的，當我們說每個陳述要麼真，要麼假時，其實是在總結所有命題的可能性。每個 S 要麼是 S， 要麼不是。所以，即使真理在哲學上看似空洞，它在語言和思考中卻是必不可少的工具。它讓我們能從無數句子中提煉出一個簡潔的視角，去談論整體的真實。即便極簡主義者認為真理這個詞本身幾乎是多餘的，他們也並不否認真理依然重要，它依然是理性思考的目標。只不過在他們看来，真理的重要性并不來自一个抽象的形而上本質，而來自它在語言中的作用。比如這句話，我們應該只在某些人真的生病時才相信他們生病，聽上去理所當然。如果我們用真理的說法，它會變成我們應該只在某些人真的生病這句話為真實才相信他們生病。兩者意思幾乎一樣，只是第二種說法更顯學術，而第一種更貼近常識。這就是極簡主義的啟示。真理這個詞看似空洞，但它讓我們能夠更高效地表達複雜的思想。再比如這句，科學之所以有用，是因為它說的是真的。在極簡主義的視角下，這其實等價於說科學有用，因為他說霍亂由細菌引起，而確實如此。他說吸煙導致癌症，而事實也是如此。如此一來，科學說的是真的這句話就濃縮了成千上萬個具體的論斷。真理也許沒有深不可測的本質，但它有着語言的力量，讓我們能用一句話去表達成千上萬次正確的信念。自20世紀70年代以來，極簡主義的真理觀影響深遠，但它終究也逃不過懷疑者的批評。有學者認為，這種觀點把語言的意義想得太簡單了。美國哲學家唐納德·戴維森就指出，一句話的意義其實等同於它的真理條件，也就是在什麼情況下這句話為真。可如果極簡主義是對的，如果真理本身只是語言的語法功能，那我們又怎麼去定義真理條件呢？畢竟這句話是真的，並不會比這句話本身更有內容。如果真理什麼都不增加，那意義也許就沒了落腳點。不過，極簡主義者並不認輸，他們反駁說，其實我們完全可以像塔爾斯基那樣，用梯句來定義真理條件，而不需要額外的形而上解釋。在這種理解下，給出一句話的真理條件，並不比說明這句話的意思多說任何東西，它們根本是一回事。也許這正是真理的最終面貌，不再是一種神秘的實體，而是一面語言的鏡子。它映照的不是世界的本質，而是我們理解世界的方式。正如我們一路所看到的，真理並不孤立存在，它總要依附在某種載體之上。在不同的理論裡，這些載體也各不相同。有的認為真理屬於句子，
有的說它屬於言說斷言或信念，還有人認為它屬於命題，也就是思想本身的結構。看似只是語言層面的差異，但其實這個問題遠未解決。尤其是當我們認真追問什麼是斷言，我們就會發現這個看似平滑的概念可能隱藏着語言的複雜性。維特根斯坦提醒我們，斷言並不是一種單一的行為，在不同的語境裡，語言承擔着完全不同的功能，有時是描述，有時是命令，有時是許諾，有時是安慰。於是真理也隨之變形，它不再是一種固定的屬性，而是語言在特定語境下所呈現出的一種狀態。也許真理並不在話語之中，而在我們使用話語的方式裡。比如，有些理論家認為，並不是所有的斷言都在陈述真理，有些話根本不是為了描述世界，而是為了起作用。它們是工具、象徵，是我们表達態度與情感的方式。就像在倫理學中，虛榮是壞的這句話，也許並不是一個真或假的命題，它更像是一種態度的表達。哎，別那樣，或者是一種行為的指令，不要虛榮。這種觀點被稱為表達主義。他認為，道德語言並不在陳述事實，而是在投射情感，塑造行動的傾向。換句話說，有些話的意義不在於對或錯，而在於它們在我們之間產生了什麼樣的效果。於是，問題回到了最初：當我們談論真理時，我們究竟在談論什麼？再比如，荷蘭哲學家范弗拉森提出的建構性經驗論，就進一步模糊了真理的邊界。在他看來，科學中的某些斷言並不一定是在表達一種信念，而更像是在表達一種較弱的心理狀態，接受。例如，當科學家說夸克存在，他們未必真的在宣稱這句話為真，他們只是說這個假設與經驗相符，也就是經驗上成立。在這種觀點下，科學並非追求真理的鏡像，而是在構建一種經驗上可行的世界模型。但如果情況真是如此，那我們就必須重新思考，什麼樣的斷言才是在以真理的名義說話？斷言為真與表達態度或接受理論之間究竟有什麼根本的區別？也許一套完整的真理理論最終必須回答的不僅是什麼是真理，而是誰在說真理，以及用怎樣的方式。當然，即使人類的語言形式如此多樣，這並不意味着極簡主義的真理觀就是錯的。也許真理這個詞仍然可以在所有斷言中使用，只是它的作用因語境而異。語言的多樣性未必要由真理來負責。當我们說虛榮是壞的，或者夸克存在，它們確實和雪是白的不同，但這種不同並不一定意味着前兩者沒有真值，或只能在別的意義上才算真。也許真理並不脆弱，它可以容納人類語言的複雜性，包容情感、信念、科學與經驗，而不需要被限定在某一種定義裡。所以到最後，真理也許並不是一個要被解開的謎，而是一種持續被追問的狀態。當我們問什麼是真理時，我們其實在問，我們怎樣才能說出值得相信的話？